有缘人。如果你了解什么是向内求，你就会明白，这会是你一生最大的财富。你可能想要过得更好，可你的好究竟是谁定义的呢？是家人的眼光，还是朋友的期待，还是别人口中的成功？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向内求就是从你的内在找到一个让你非常舒爽的答案，它能让你在混乱的世界里随时保持清醒，让你真正的活出自我。要向内求的核心是什么？就是5个字：看清，别纠缠。就像你手里抓着一把沙子，你抓得越紧，它流得越快，这就是无常。而向内求就是让你看清这个真相，然后学会松手。这不是简单的放下，而是让你看清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就是你抓得再紧也没有用这个事实。你以为能抓住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你的。越是人为干预，越会让事情变得混乱。譬如你可以回想，现在就回想一下，每次你生气的原因，是不是你太期待别人能按照你的剧本去陪你演戏？但这个世界从来不会配合你的期待，它只会按照它的因缘运行。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改变分毫。向内求就是让你明白，不是别人惹你生气，而是你自己的期待让你难受。所以大多时候你的愤怒焦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因为你的心创造了它们。简单说，就是外界的事儿从来都不是事儿，问题出自于你的心里。那如何才能向内求得一个答案呢？一般有一个小方法，每天睡觉前对着镜子问问自己，今天我为什么生气？今天我有没有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然后再问问自己，如果今天能重来，我最想改变的是什么？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让你看清你每天的行为到底是出自于你内心的真实，还是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当你敢于面对来自内心的真实答案，敢于问自己那些一直在逃避的问题，你会发现那一刻就是解脱。只有当你看清自己的心，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就会像云一样散开。向内求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找到一个清醒的智慧，带着这个智慧去面对你的生活。如何完成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构建？双眼所见即为心中所念。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双眼所见，双耳所闻，就能够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化，不再因为别人眼中的评论而感到痛苦与内耗，因为他人眼中的你未尝是你，你眼中的我也未尝是我，而是你自己。我们穷极一生，不是在人群之中寻找回应，而是在自我的心中寻找答案。在这个世界上，阻止囚犯越狱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囚犯不觉得自己正身处于监狱之中。人生之难，莫过于见真我，从而可以见天地，见众生，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寂空涅槃。人生若只得一，
那就达到了不二的究竟法门。有缘人，如果这个影片你真的听明白了，悟透了，生活中的那些负面情绪和困扰将不再能左右你。在这段视频里，我会详细讲解内观或者说自我观察的具体步骤。接下来你需要把这些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反复验证和练习。记住，任何没有经过你自己亲身体验和验证的真理，都不能算是你的真理。如果你能做到边学边悟，边悟边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解，然后再回到这里来进一步学习，那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这个内容的精髓。我的这些分享才能成为你修行路上的有效助力。这段视频虽然有点长，但我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通过坚持修炼内功心法，不断地观察自己的情绪念头，以及习气在不同生活情境之下的自动化反应模式，你会发现自己觉知力变得越来越强。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你打破那些束缚你的迷茫和执着，逐步化解业力纠缠，让你内在的能量场发生积极的变化，从而转化体内积压的负面能量。内观还能让你洞察事情背后的真相，使你逐渐从对外界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种安静且深入的自我观察，会让你慢慢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中觉醒，重新获得自由，回到本来的自己，活在当下。我们之前提到过，当你心中升起某个执念时，相应的能量波会在量子层面叠加，形成所谓的量子纠缠。微观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系列振动能量波的叠加过程，一旦这种纠缠开始，就有可能成相，这就是缘起。而当这个相消失，则是缘灭。每个人都会在特定情境下产生自动化反应，这些反应机制就是业力的表现形式。因此，量子纠缠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业力纠缠。要获得真正的觉悟和提升，关键在于具体的修行方法。对于我们这些被业力纠缠的凡夫来说，内观是一种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会结合儒释道三家关于内观的教导，用现代语言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首先，什么时候最适合进行内观呢？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平和愉快，那么此时并不需要特别进行内观，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你已经脱离了习气和执念，达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这意味着你已经暂时处于活在当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应该继续全然的体验和安住在当下，做该做的事。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随时进入冥想，进一步保持这种平和的状态。不过在这种状态下，你并不需要进行内观，因为你已经在以觉知的身份存在。你是安静的，已经脱离了头脑的习惯和执念，体内也没有负面情绪的能量流动，就像猎物尚未出现，猎人无需追踪和观察一样。此
此时没有需要观察的对象。既然这样，那我们究竟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内观呢？或者说，在哪些情况下最需要进行内观？是当你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再次陷入负面情绪的痛苦中，或者是在情绪的驱动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时。这些短暂而宝贵的清醒瞬间，正是通过内观修行来化解业力纠缠，获得顿悟的最佳时机。接下来我会把如何进行内观分为几个重要步骤来讲解。首先，当你意识到自己正陷入负面情绪，并准备开始自我观察时，你首先要做的是接纳一切的发生。只有完全接纳当前的状态，你才能真正臣服于当下。而真正的内观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可能发生。那么具体来说，你要接纳什么呢？就是接纳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负面情绪，接纳自己的失控和无意识行为。你需要全然的允许和接纳这一切的发生，这是内观的前提。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做不到接纳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接纳你的不接纳。你对不接纳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观察的对象。每个人都有接纳的能力。所谓全然的接纳，就是不做任何评判，不添加一丝一毫的主观意识。这里有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当发现自己处于负面情绪中时，告诉自己，我看到自己又陷入了某种负面情绪，我允许自己如此。记住，到此为止，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或动作。关键在于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头脑上的评判，这就像是一场狩猎游戏。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任何评判，你就成了暴露在捕猎者面前的猎物，会被强大的业力系统重新捕获，重回痛苦之中。这就意味着你错过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如果你顺利完成了第一步，全然的允许和接纳了一切的发生，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识别当下正在体内流动的情绪。之所以用流动来形容情绪，是因为情绪本质上就是在体内流动的能量。每次因业力机制产生的头脑执念，都是能量产生和流动的起点。当这些能量在体内汇聚并汹涌流动时，你就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状态，被情绪所控制。现在你需要做什么呢？首先要准确识别此刻支配你的是哪种情绪。具体做法很简单，就是精确地命名这种情绪。这就像是通过显微镜让那股控制你的能量显现出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给情绪命名的环节，因为能否精准找到体内流动的情绪，决定了你后续内观工作的成败。有些人难以从情绪中解脱，正是因为从未准确识别出困住自己的到底是哪种情绪。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进一步观察藏在情绪背后的起心动念呢？说到这里，我们先思考一下，你都知道哪些经常影响自己的负面情绪的名字，以及它们对应的身体感受，比如愤怒、沮丧、恐惧、焦虑、抑郁、担忧、悲伤、嫉妒。
自卑、难过、寂寞、无聊、空虚、羞愧、懊恼、悲观、失望等等。假设你现在正被其中一种情绪所困扰，在那一瞬间，如果你通过觉知获得了短暂的自我观察机会，你能马上准确说出体内流动的是哪种情绪吗？如果你之前从未尝试过这样做，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练习，不要放过任何一丝情绪，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对它们保持警觉和觉知。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在识别了这些情绪之后，去寻找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些头脑中的执念，并以完全接纳的态度去面对和观察它们。这些隐藏在情绪背后的念头可能看起来不太光彩，甚至有些邪恶，尤其是在我们习惯了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下。全然接纳自己头脑中出现的所有念头是非常重要的，允许这些念头自然浮现，不去分析评判或是试图控制它们，只需静静地观察，给予它们存在的空间，不加干涉。这样你就能和自己的头脑拉开一段距离，成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观察。不要认为你的脑海中不应该有负面念头，就连六祖慧能也说过，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连禅宗祖师都无法做到完全斩断心中的杂念，更何况我们呢？既然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业力、基因、遗传、生活环境等既定条件，那么就坦然接受现实吧。那些自动化产生的胡思乱想，正是你需要化解的业力功课。如果没有这些，反而不正常。因此，不要害怕或批判自己产生负面念头，只需要用觉知去留意念头的出现和存在即可。只要这些念头在你的意识觉知关照下，你就不会成为它们。一旦你意识到念头只是念头，并不是事实，也不是真实的你，那么这些念头就再也无法束缚你，你也真正获得了更高维度的生命视角。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离苦得乐，真正的解脱。这时你成为了自己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是自性，是觉。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天道赋予它的功能就是觉知。本质上，觉知力就是你看见自己头脑念头的能力。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进行内观时，往往只停留在识别情绪的层面，看到了自己在情绪驱使下的无意识行为，却没有深入去发现并直面隐藏在这些情绪背后的执念和导致这些执念的业力反应机制。这正是很多人无法完成深度内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你身体不舒服，虽然能清楚地描述出具体哪里不适，但如果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头脑中的思维活动非常敏捷且狡猾，以至于你完全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让你误以为我只是单纯地感受到了情绪，或者在这个场景发生后，我立刻陷入了情绪。实际上在那一刻，你的头脑、习惯、习气已经比你的觉知更快地启动了。
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过程可以在瞬间完成，快到让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对当前的情况做出思考和评判。如果这个思维过程发生在你的觉知之外，它就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你，并不自觉地认同它。接着由这一念头转化而来的情绪能量就会控制你。有人可能会问，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情绪中进行围观了，但就是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念头怎么办？别担心，这里有一个实用的心法，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探测执念的雷达。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首先要明白，所有念头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我，或者说维护着一个我的利益。你的执念要么是害怕我的价值或利益受损，要么是为了保护或最大化我的价值和利益。例如，我害怕失去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我不想怎么样，我比别人如何等等。如果你在观察过程中没能找到这个我，说明你的内观还不够深入。记住，只要沿着这条核心路径去观察，你就不会偏离方向。你会发现，找到情绪背后的执念其实并不那么难。举个例子来说，通过深入的自我观察，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愤怒、烦躁或失望等情绪背后，其实藏着想要改变或纠正他人的执念，但这还不够深入。为什么你会执着于改变他人呢？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探索，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我上，你会发现这个我带着对关系的理想化期待，自动将理想关系的标准投射到了孩子、父母、爱人、朋友或同事身上。这种理想化的期待导致了你对他人的一系列评判、定义和不满，进而产生了想要纠正和改变他们的执念。归根结底，这种执念其实是关于你希望拥有怎样的孩子、父母、伴侣、朋友或同事。这本质上还是出于我的标准和需求，与他人的生命状态无关，也与真正得爱无关。到这里，你已经观察到了隐藏在愤怒、烦躁和失望情绪背后的执念，以及那个我。当你觉知到它的瞬间，你就与它分开了，你的意识回到了当下。这样一来，你就从负面情绪中解脱了出来。这只是在情绪下的基本自我观察。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经历各种不同的情绪，而每种情绪背后都藏着特定的执念。我们要么害怕失去某些东西，要么试图最大化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观察，在每次情绪波动中发现这些执念，并逐一觉察它们。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不可能一听就懂，然后马上做到知行合一。因此，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观自在和实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保持一个真正的体验者和修行者的心态，即使内观一开始并不成功，比如又一次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评判或被念头带走，又一次陷入了情绪中，也没关系，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
是内观和实修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情况，接纳它就好。无论是什么样的念头、评判或情绪，都试着去接纳。如果连接纳都做不到，产生的抗拒也不要着急，尝试去接纳这份不接纳，这样你又回到了接纳的状态。记住，越是抗拒内在，就越消耗。在抗拒当下的过程中，你的内在能量场频率会迅速下降，这会导致你的头脑吸引并创造出更加负面的情景。相反，当你能够安静且不介入地观察到头脑中的执念和自动化思维反应时，你会感到完全平静。这时你的觉知回来了，因为你从痛苦的思考者变成了能觉知到自己正在思考的人。这时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因为之前的那个你是被观察的对象，而你现在成为了观察者的角色。在这个更高的维度上，你能觉知到有一个我在思考，这就是超越头脑的具体体现。随着这样的时刻在你的生命中越来越多，你就逐渐走向觉醒。觉醒其实很简单纯粹，就是从头脑的虚妄中醒来，仅此而已。我一直都在告诉你具体怎么做，但你觉得太简单，不相信也不愿意去做，因为你觉得看见了却什么都不做不行，必须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到符合你认同的道理才安心。但这正是社会惯性的一部分，一旦开始分析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要先评判出对错好坏，从而再次陷入习惯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只要是思维的，就是头脑的。好不容易从头脑中出来一会儿，头脑却不会轻易放过你，很快你又会重新陷入惯性思维，再次失去觉知而不自知。实际上，那些执念并不需要你去解决或分析，试图解决执念本身就是一种妄念，你需要做的只是觉知和观察它们。当你觉知并观察执念时，你的觉知就在升起。正如王阳明所说，这是你在破习气至良知的过程。王阳明早就指出，知善知恶是良知，而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只需要专注于处理自己的社会习气和自动化反应。没错，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如是观过程。当你从习惯和惯性中走出来时，就是在实践至良知。良知会自然而然地指引你该做什么。当我们安静地观察到情绪背后的执念，并作为一个观察者临在当下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注意力重新带回身体，或者说是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一段时间。为什么强调与身体同在呢？因为只有身体始终处于当下。你见过思维停留在当下，而身体却跑到过去或未来的吗？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那你就是活在当下的，也就自然脱离了头脑的束缚。脱离头脑就是跳出思维，放下执念。那么如何才能让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呼吸。
因为呼吸发生在体内，并且是动态的，只需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并完全让意识跟随呼吸流动，你就与身体在一起了，就安住在当下。其实观呼吸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冥想，当你成功地从激烈的负面情绪中完成一次内观，完成一次抽离，并再次安住于身体后，你会发现刚才还在痛苦烦躁的自己此刻已恢复平静，这是因为你在即将失控时及时踩下了刹车。接下来要做的是保持这份平静，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这叫行所当行。你可以做一些让自己立刻高兴起来的事情，来调整频率，提升状态。如果一个人能够随时提起觉知，那这个人就是解脱的，真正体验到了丰盛鲜活与自由的生命层面。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无常到来，情绪升起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无条件接纳当下的一切，并迅速通过内观提起觉知，回归正念，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实修。当你开始真正进行实修后，会发生什么呢？慢慢的你会发现，一直无形中影响和控制你的各种自动化反应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你在业力纠缠下做出的各种无意识行为也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一个能持续通过内观随时从头脑惯性中解放出来，重新提起觉知的人，不需要特意声明自己正在修行。一段时间后，他会从家人和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神奇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持续不断的内观练习提升了你的觉知力，改变了你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使其变得更强大、更高频。曾经存在于体内的那些低频负面能量，如紧张、焦虑、自卑、恐惧等，随着一次次内观，逐渐被转化为更高的意识。于是那些根深蒂固的自动化反应模式也逐渐被化解。这才是对业力真正的化解和消除。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在业力显现时看到并接受它。当你认同头脑时，要学会跳出它；在你无意识时，要提起觉知。这一切唯有通过内观才能实现。我多次强调过，每一次情绪中的内观都是对自己惯性反应踩下了一脚刹车，正是这一脚接一脚的刹车，将你从失控的造业中一次次拉回。我们常听到化悲痛为力量，化仇恨为动力这样的说法，但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通过内观实现的目标。观察悲痛、仇恨、愤怒、嫉妒等负面能量及其背后的思维机制，是转化这些能量的秘密武器。正如之前提到的，追求外在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带来满足感，这种向外所求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匮乏、贪婪和软弱的表现，其能量振动频率必然是消极且低频的，即使短暂的幻象能带来兴奋，也难以持久。一旦迷失在头脑制造的幻想中，每次与现实的交汇都可能成为沉重的打击。
因为你从未接受过当下的现实，总是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只有通过内观，跳出自动化反应，彻底改变思维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内在能量场域的整体振动频率。这样你才会逐渐吸引到更高频的新的人事物，实现潜意识的重塑，从根本上改变你的能量层级。这一切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你能否随时提起觉知进行内观。一个拥有强大高振频能量场的人，必定能够随时随地安住于当下，并进入内观或冥想状态。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冥想站桩，本质上都是在观自在。不论是观察呼吸、身体感受、头脑中的念头，或是任何细微的现象，关键在于过程中你是全然觉知的，完全脱离了头脑的束缚。只要你在整个过程中安静的觉察，就是真正的修行。很多人告诉你，修行就是要放下执念，但他们往往说不清如何做到这一点。人们试图用认知、理性去说服自己放下执念，结果往往是挣扎了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放下。实际上，如果没有通过内观提炼意识，只是空谈放下，那放下执念本身就成了一个更大的执念。所有的执念都是深植于基因中的业力，怎能轻易说放就放？执念应当被接纳、允许、觉知和观察，而不是评判、对抗或拿起放下。不管愿不愿意，执念早已存在。当你告诉自己要放下执念时，其实已经拿起了它。修行的最高境界不是没有执念，也不是放下执念，而是在执念升起时如如不动。我们并非要消灭业力和执念之身，而是要从中获得力量，并最终解脱出来。平静慈悲地站在更高的视角去看见、接纳和观察一切执念。记住，每次成功的内观都是将过去的错误投入从身体、头脑和情绪中转移到存在之中。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执念，而是在执念升起的瞬间便已提起觉知，同步解脱。这才是修行的真谛。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观自在3个字。愿你早日找回本心，再也不会被负面情绪和困境所控制，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